这是青金魔杖，它可以帮你实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例如把整个世界和平，或者说制造虫洞。且看我和狒狒是怎样使用的吧。雷吉，快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难道是青金魔杖？没错，而且我还甩掉了猎人。突然，我的基地四周开始爆炸，什么情况？我们被包围了！就凭你还想甩掉我们？坏了，猎人找来了，要么死，要么交出魔杖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脚下输的一空，我和狒狒坠入陷阱中。劝你乖乖把魔杖交出来，不然等着在岩浆里洗澡吧。坏了坏了，怎么办？狒狒，要不就给他们吧。不要慌，我需要魔液，你那里有吗？有的有的，你拿去吧，不知道有什么用。很好，快跟我来。说罢，狒狒便用魔杖做出空间虫洞，然后带着我一跃而下。我勒个去，虫洞怎么在空中？还好落脚处有个小水潭，这才没有酿成悲剧。快走快走，注意落点的小水潭，看见他们了，你们是逃不掉的。猎人像下饺子一样跟来。狒狒，我有办法了，你有鞘翅吗？有啊，我懂你意思，我们直接飞过去吧。我和狒狒利用火箭来到沉船上，然后我要来青金魔杖。兄弟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随着猎人的逼近，我的心跳越来越快。等他们滑到一半时，我直接将海水换成岩浆，哈哈，成功了！大家快用末影珍珠啊！没想到猎人这么激进，不过危机算是解除了，让我们用虫洞逃走吧。好主意！可我看了眼背包，才发现没有魔液了。没魔液了？你那里还有吗？我这里也没有，这可不太妙啊！岩浆虽然阻拦了猎人的进攻，但也让我们作茧自缚。现在被困在沉船上了，而且船底正在燃烧，火势蔓延很快，必须得赶紧离开这里才行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挖掉这些原木搭桥去往岸边。对啊，好主意！我俩开始收集原木，随后狒狒将他收集的原木也交给我，一路搭桥。可惜原木耗尽后，距离岸边仍有80米的距离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忽然我注意到海岛上的战利品箱子，我喊狒狒一起收集木板，随即朝着海岛扑落。一个不小心我掉进岩浆里，赶紧找个小水潭先灭火，登上小岛，希望里面有末影珍珠。可我却听到 TNT 引燃的声音，我赶紧喊狒狒离开，差点就失去了这个好兄弟。算了，回到船上继续想办法吧。此时沉船的底部已被燃烧殆尽，我还有7块黑曜石，试试能不能造个下界传送门吧。搭完门后刚好只差1块，狒狒见状帮我补全，传送门算是建好了。但我们遇到一个新问题，没有点火工具。我有碎石，但是没有铁锭。对了，沉船上应该有战利品箱子的。果不其然，我取出一些铁锭，随后和狒狒一起挖碎石。我俩的运气都不是很好，直到第10块才挖出碎石。得到碎石了，我做出打火石点燃下界传送门，终于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可3秒钟后我们又被传送回来，可恶啊，这是个死循环。让我看看箱子里还有什么有用的物资吗？拿到3张纸，我们还需要一些火药就可以造火箭了。你的身后有苦力怕，要不是狒狒眼疾手快，我今天就栽了。别让他炸了，我们得靠他得到火药。结果一个不小心把他推进岩浆里，好在火药是拿到了，可以制作火箭了。晚了，你们不会再有起飞的机会了。真哥，快把熔岩火狐带过来。我去，为什么这个狐狸全身像着火了一样？因为它是我们精心培育的变异体。你猜猜它哪里变异了？不要告诉我它不怕火，真聪明。下一秒，熔岩火狐就跳进岩浆里，它就像是在海里游泳一样。狒狒，这下怎么办？这只狐狸看起来非常不好惹。它在哪里？我去，在后面。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背包里的火药叼走，随后跑到下界传送门旁边将火药丢掉。坏了，这下是冲着魔杖来的。果不其然，他一击得手后不跟我们多做拉扯，直接跳进岩浆原路返回，干得漂亮！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着你们了。你知道这个世界有魔法维度吗？不知道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要前往那里了，哈哈。像这样放置魔法石，然后用魔杖激活，等我们收集完所有魔液，你们俩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这里和我在书上看到的一样，我们把魔液全抽干吧，估计要在这待一段时间，再顺手建个基地吧。坏了，猎人已经进入魔法维度，他们要是把魔液都收集走，那我们就再难翻盘了。别慌，我这里也有魔法石。说罢，狒狒就开始搭建魔法传送门。很快，传送门搭建完毕。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传送门要用魔杖激活了。看来我们今天要栽了。半小时后，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。狒狒喊我快来看船舱，原来这里有只迷路的溺尸。对了，他手里的3叉戟挺有用的，希望能借来用用。很好，这家伙倒挺大方的。3叉戟到手了，要是有激流附魔就好了。我这里有个附魔台，真是太棒了。刚好沉船箱子里有青金石，不知道能给个什么随机属性呢？赌一把。我勒个去，真是激流啊！狒狒，我们有救了，关了吧，没意思。哈哈，等我回来给你搭桥。说罢，我便开始当起小钻风，有着激流3叉戟和鞘翅，一不小心我就飞过了头，调整角度滑翔到陆地上，收集原木制作木板，搭桥让狒狒过来。他想要直接去找猎人，而我却打算先去猎人基地。这个时候和他们硬碰硬实在不是明智之举。狒狒同意了我的计划，我们决定先去做陷阱，等他们回来时设法盗走魔液。猎人村庄里空无一人，想来他们都去魔法维度了。狒狒挑了一间房子准备做陷阱，可进来却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，中间赫然摆放着杰西卡的头颅。我不喜欢这里，我们换个房子吧。结果一出门就撞到了熔岩火狐，快跑啊狒狒！要是栽在这只怪狐狸手里就太亏了。
我们逃到田边的一个小屋里，牌子上写着狐狸的食物。等狒狒进来后，我关上木门，只见火狐怨恨地盯着我们，箱子里居然全是胡萝卜，顺手拿走一些，却不成想他正在窗户外盯着呢。对了，狒狒，我有个冒险的想法，用这些食物把它喂熟。开玩笑吧，哪有狐狸吃胡萝卜的？他说完这句话，下意识地看向火狐，却被他吓了一跳。我不知道，但是这样干等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径直走向火狐，随后不断地给它喂食胡萝卜。3个胡萝卜下肚，火狐直接成为友好生物。就这样，我成功将其驯服。脑海中出现一个新的计划，我和狒狒现在驯服了火狐，或许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夺回魔杖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我们开始布置陷阱，在猎人村庄大门下面做了个黑曜石监狱。2分半后，我看到微小的名牌出现，终于收集完所有魔液了。结，什么情况？狒狒，我们抓到他们了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猎人看到火狐时愣了1秒，随后才意识到火狐被收买了，可是为时已晚，因为小家伙已经得手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成功将魔杖夺了回来。狒狒，快走，我们没有魔液，见好就收。我们激活提前布置好的魔法传送门，顺利来到魔法维度。猎人竟然在这里建好基地了，看到魔法泉了，他居然已经干涸了。坏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我们现在一滴魔液都没有，魔杖也就没用了。估计这个时候猎人已经挖开黑曜石了吧？我们只剩唯一的办法了。既然魔杖在我们这没用，不如让他在猎人那也没用。我懂你意思，你找个地方将它扔下。我按照狒狒说的做，只见他将铁针砸下，成功得到一个损坏的魔杖。哈哈，这下我们就和猎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了。可我们还没高兴多久，身后猛地响起暴雷声，服务器通知所有玩家，青金魔杖将在5分钟后刷新。新的魔杖自带3次无消耗施法，我们一定要得到它。守在这里虽然凶险，但这是我们和猎人抗衡的最后希望了。这2个蠢货把魔杖弄坏了，但我们会得到新的，哈哈。杰西，我找到系统提示的坐标地了，守在这里就行了。我和狒狒在树上心急如焚，我去。他朝这看了一眼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你看到上面的人影了吗？肯定是雷吉他们，顺手将他们解决了吧？嘿嘿，正合我意。坏了，他们开始往这来了。我和狒狒赶紧转移位置，被他们逮到可就惨了。兄弟别害怕，我将用这只打狗棍将他们击败。快下来，他们盯着你呢。哈哈，这不是狒狒吗？快去抓他！我们得藏起来。下面露出来一个码头，我们赶紧躲进这个马厩里。还好猎人的马非常多，往里一钻，猎人根本看不到我们。他们怎么不见了？真是见鬼了！见猎人离开，我打开马厩的后门出来，接着躲在他们刚搜过的房子旁，在这里能很好的观察魔杖刷新。怎么办？魔杖要被猎人夺走了。系统再次传来提示，还有10秒钟魔杖刷新。杰西别去搜了，魔杖出来了。只见一张地图弹了出来。怎么是张地图啊？是指引我们找到魔杖的。赶紧出发吧！看到是地图后，我悬着的心又放下了。只要不是直接送到他们手里就行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杰西，我们就快到了。我俩跟在后面寸步不离。只见悬崖边赫然耸立着一座魔法祭坛，展示框怎么是空的？什么情况？有人在我们前面将它拿走了。听到猎人的对话，我傻眼了。除了我们和猎人，还会有谁呢？就在我整理线索时，一个可疑的人影出现了。他是谁？没见过呀！终于得到青金魔杖了，我可怜的杰西卡呀！狒狒快追！在追赶的途中，我们得以仔细观察这个家伙，他没有任何盔甲，就像我和狒狒一样，我们可以轻松将他击败，夺走魔杖。追到一个哨塔里面，我和狒狒不慎掉入陷阱。怎么又是黑曜石监狱？哈哈，终于能干掉杰西了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杰西啊，老哥，我是他死对头雷吉。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！大家小心，猎人在靠近！可恶的雷吉，这次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，老是破坏我们的计划。你听到了吗？猎人要来杀我了，我们组个队一起对抗他们吧。这个提议很棒，我迫不及待想要消灭猎人了。什么臭鱼烂虾？你想消灭谁？我勒个去！来不及伤心，我赶紧将魔杖捡起来。狒狒，我们快走！可惜猎人已经跳下来了。狒狒，快交出魔杖！不可能的！杰西一瞥眼发现魔杖在我这，我赶紧使用魔杖将这里封锁。他们的面前全是透明的屏障方块，只剩最后一次施法机会了。我现在完全可以击败猎人，但是又怕狒狒也被波及到。兄弟，不要再犹豫了，为了击败猎人，我们就得不惜代价。可是那样你也会死啊！你别无选择。是的，我闭着眼启动腐蚀阵，这是最不痛苦的死法了。狒狒，你走后，那些被猎人压迫过的玩家不会忘记你的。杰西还在用魔液抵抗腐蚀，但这只是徒劳罢了，早走晚走都得走。在极限模式下被猎人逮捕，只有一个下场，便是遭受各种各样的陷阱折磨。这次他们选择了人体大炮。看着空中的羊驼，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不顾一切地骑了上去。姑且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只要找到机会，我就能反败为胜。猎人跟我告别后纷纷离去，我紧紧地盯着他们，确保他们真的走了。先看眼背包里有什么，离我最近的那个小水池已经结冰了，显然落地水不太现实。骑着羊驼直接落地，也只会落得人畜两亡的下场。先试试能不能放下工作台，成功了，把铁块做成9个铁钉，然后做个铁桶出来，要是有水就好了。羊驼上下弹跳时有时会伤到我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机制。做完铁桶后，我一时想不到还能做些什么，看看工作台有没有提示吧。我将所有东西一页一页的翻过去，在第14页我眼前一亮，对了，我可以造一口锅，
还差7颗铁粒才能凑够材料，只得忍痛将铁具都融化掉。我在心里默默发誓，现在失去的以后一定要加倍拿回来。工具融完就轮到装备，将它们煅烧掉，刚好凑齐9个铁链，在工作台合成铁锭，然后做出大铁锅，把它放在工作台旁边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刷回抖音，等待下雨或下雪。2个半小时后，暴风雪来临，用铁桶装满细雪，不要忘记带走工作台。接着一跃而下，在暴风雪的怒吼下，我完美着陆。我勒个去，高兴太早了！这波直接一步到位，没想到猎人预判了我的预判的预判，他们不愧是我的宿敌。猎人阿火开始用垃圾话嘲讽我，这无疑对我幼小的心灵带来毁灭性打击。我试着将脚下的细雪清理掉，寻找那可能存在的希望，可惜下面也全是黑曜石。下雪后能见度太低，没有注意到猎人搞的小动作，真是可惜。挣扎一番后，我终于彻底死心，眼前是个死局。忽然身后一群人喊我回头，他们挖出一个大窗口，我看清楚了，那他喵不是我的艾玛吗？猎人不远万里去我家把我的坐骑也抓来，更没想到他们直接把我马杀了。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呢，可惜惹错了人，还把马皮丢下来羞辱我。我只得含泪将皮革收下，然后记住这2个人的脸，等他们名牌走远。我掏出工作台放在地上，再次含泪将艾玛做成靴子。有了皮靴，我就可以站在细雪上，但还是想不到有什么妙用。头顶的积雪根本够不着，让我想想怎么办。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传入我耳中，我转身望去，猎人田猪在向我道歉。我不知道他们会杀了你的马，不然我也不会带他们去找你的基地了。总之非常对不起。你在跟雷吉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那就走开点，小心连环陷阱。声音戛然而止，这番操作给我整个一头雾水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还有连环陷阱吗？我继续在雪上弹跳，随手将它进行收放，结果让我发现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我好像可以左脚踩右脚上天。听到猎人的动静，我停下手中的动作。兄弟们，雷吉不见了。尊都假都，刚才不是还在吗？这是怎么逃出去的？有可能划船出去了。我们早该想到的，快去追吧。就这样，猎人们纷纷出去搜查我的下落。10秒钟后，我来到地面，猎人此时也出现在洞口。我蹲在雪块后面，距离这么远，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得到我。等人都进入房子后，我再跟去他们的基地。没办法，丛林发育太耽误时间了，不如空手套白狼来得快。右侧一位猎人与我擦肩而过，我用第3视角观察眼前的房间，正想溜进去时，一位猎人从正面走来，还好他只顾着朝外看，殊不知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。我进入房间，发现箱子是空的，还听到 TNT 被激活的声音，赶紧回头，一口气冲出50米。猎人基地开始了连环爆炸，爆炸范围是外围的这几间房子，看来这边是他们给我准备的一个陷阱。还好田猪提醒过我，让我稍稍有了些戒备，不然此时的我估计已经魂飞天外了。他们意识到我就在附近，往树林里展开搜索。我躲在树后观察，不断的卡视野转移位置，找准机会跳上树梢，打掉树叶，躲进树冠里。他们搜完那边，开始往我这靠近。我屏住呼吸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，好险好险！估计田猪看到我了，但是他没有跟同伴说，不知道他想图什么。这时我看到他发给我的私信，让我去一个坐标地，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，但眼前也没什么更好的选择了，赌一把。这个地方很不同寻常啊！身后有动静传来，我先找个地方躲一躲。不知道这伙猎人来这里做什么，他们都从那个小洞口钻进去，我跟在他们后面悄悄进去，里面果然是别有洞天。我瞬间就明白了，这里才是猎人真正的基地。雪地里的那个是诱饵，难怪田猪告诉我有连环陷阱。不管了，还是先借点东西再说。我就像饿了800年的死鬼一样，此刻终于得以饱餐一顿。在猎人的余光里一定要保持静止，因为他们静态视力趋近于零。摸进一个小仓库，居然藏着这么多宝贝，一些钻石装备和熔岩桶血桶，将新鲜的装备穿在身上。忽听脚步声在靠近，我赶紧将垂泪藤打掉。如果是你会怎样藏身呢？我则会选择剑走偏锋，利用垂泪藤躲在门上。此刻空气安静了下来，我随时有可能被击毙，但还好他没看见我。虚惊一场，该拿的东西都已拿上，接下来就可以找机会溜出去。在猎人基地发育1分钟就顶得上我单独发育2个半小时。路过一个野生仓库，那就进去再看看吧。2个大箱子里的东西随便拿一点就行了。作为回报，我私信田猪一定要穿上皮靴，这家伙帮过我2次，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。登上猎人基地上方的雪山，田猪向我表达了谢意，可惜这个游戏不能查看好感度，算了，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。接下来我要埋头做陷阱了，先将上面的原石都清理掉，挖出一个3米深的小坑，然后往坑底倒满岩浆。做完这一步就做完了这一步，在上面封一层细雪，让他们也尝尝雪地里未知的恐惧。最后便是在猎人的必经之路上假装偶遇，被猎人发现后一定要有多快跑多快，然后多多周旋，这是在放长线钓大鱼。等猎人们全部集合时再带他们去往陷阱干。10分钟后，他们按照我的预想集合在一起，我特地挨了猎人一剑掉到细雪上，他们想追上来却纷纷坠入雪坑，只有穿着皮靴的田猪幸存了下来。猎人们就这样泡着温泉，唱着歌去往那极乐世界。今天又是细节满满的一天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不会也不要紧，多看几遍即可。